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强榜前10的决赛最后一场终于开始，萧炎和柳琴四目相对间，柳琴突然开口说希望萧炎不会让他失望。萧炎手握玄重尺笑了笑，这一次事关陨落心炎，他一定会拼尽全力。高台上的柳飞含情脉脉地看着柳琴的背影，轻哼了一声，让一旁一脸苍白的姚胜好好看柳琴如何打败那个家伙。姚胜目光阴冷，盯着场中的萧炎，心胸狭窄的他将上次的失败全都归根在萧炎的身上，说萧炎不管如何蹦跶，都不过是一条难以翻起大浪的虫子而已。随着肃宪大长老宣布比赛开始，一股极为霸道的气势从柳琴体内爆发。与此同时，萧炎也使出了天火三玄变提升实力。他很清楚自己和柳琴之间的等级差距，也知道若是不提升实力的话，怕是一开始就会一败涂地。萧炎率先发起攻击，但很快重尺的攻势就被柳琴截断。萧炎瞬间五指紧握，狠狠地与柳琴的手爪碰撞在一起。这一击之下，萧炎脚步急忙后退，柳琴则只小退了一步。这一次的正面碰撞，柳琴的实力可以说是稳稳地胜过萧炎一筹。萧炎深吸了一口气，他知道面对柳琴这种实力强横、战斗经验也丰富的一塌糊涂的对手，时间拖得越久对他越不利，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攻击成效，才能将胜算最大化。虽然知道什么样的战法对自己最有利，但萧炎依旧十分头痛。柳琴并不是寻常的对手，只要他露出一点破绽，就会面对狂风暴雨般的攻击。萧炎心中苦笑了一声，片刻后将玄重尺甩向柳琴。柳琴手爪将重尺夹住后，被重尺上的凶悍劲力震退了好几步。他发现萧炎的重尺有古怪，在刚将重尺松落在地时，萧炎就已经带着他的8级崩出现在柳琴身边。柳琴能感受到这一击就是打败白城和姚胜的近身攻击，他脸上浮现一抹笑容，手爪屈成诡异的弧度，施展出他的大裂劈关爪。两人选择直接肉体交战，让高台上的人心中一紧。这种肉搏一个不慎就是重伤落败的下场。高台上的林修崖说他见过几次萧炎施展8级崩，8级崩的爆发力的确很强，但论起后续爆发却是比不上大裂劈关爪的。甚至这一次柳琴要是将萧炎的攻击接了下来，接下来的反击萧炎怕是会有落败的危险。战场上的柳琴接下8级崩，冲着萧炎一笑，缓缓开口说怕是得结束了。但就在他即将一爪击败萧炎时，早有防备的萧炎召唤出青火盔甲挡住了他的攻击。突然出现的盔甲让柳琴想要收回攻击已经来不及了。虽然盔甲上炙热的温度让柳琴感受到一阵灼痛，但他的攻势依旧不收反进，直接硬攻到底。柳琴锋利的双爪不断地落在盔甲上，发出锵锵的声响。眼看萧炎身上的盔甲即将崩溃，刘飞一把抓住姚胜的手，说那家伙要败了。林修崖死死地盯着场中，突然他感应到场中天地能量的悄然波动，嘴巴微动，说萧炎或许要反击了。柳琴疯狂的攻击终于让萧炎的青火盔甲爆开，化为虚无。虽然萧炎在柳琴的攻击之下受了伤，但他依旧抬起右手，就像是要正面接下柳琴的攻击一样。对于萧炎的举动，不仅看台上的观众柳琴都有些诧异，反常极微妖。柳琴心中不知不觉紧绷了许多。就在他心中十分疑惑的时候，突然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涌现。萧炎放出早已在衣袖中凝聚好的亲子火莲，柳琴硬生生地中断自己狂猛的攻势，双腿蹬地想要急速后退，但为时已晚。亲子火莲瞬间出现在柳琴的面前，随着萧炎简单的一个爆字，山崩地裂的爆炸声响起。看台上观众们从呆滞中回神，看向萧炎的目光都充斥着错愕和震惊。柳飞更是一脸惨白，捂着嘴充满惊恐地看向下方场中。他在内院中最大的依仗就是柳琴，如今萧炎展现出了足以匹敌柳琴的战斗力，他看向萧炎的目光中少了一份记恨，多了一些忐忑与少许的畏惧。不过虽然亲子火莲的威力很强，但柳琴强榜第3的实力也不是盖的。当灰尘消散时，手握长枪看起来十分狼狈的柳琴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很明显，柳琴是拿出了压箱底的底牌，才扛住了亲子火莲的爆炸。这一刻，柳琴彻底将萧炎视作平等的对手，他将手中的枪指向萧炎，说你有资格让我动用猎山枪。他告诉萧炎最后一招定胜负，这一招是柳琴用来对付林修崖的底牌，却要先在萧炎身上施展。望着柳琴脸上极度自信的笑容，萧炎知道接下来这一招就会决出这场比赛的胜负。他缓缓抱拳说，萧炎领教。强榜前10的名额是萧炎绝对不会放弃的目标，不管前面挡着的是谁，萧炎都会尽全力将之击倒。随着柳琴将姿势摆开，一股异样的压迫感包裹着萧炎。在这种压迫下，萧炎一扫先前的压抑，笑声清朗，说柳琴学长尽管放马
过来便是。今日这前10名额，我萧炎要定了。萧炎这股冲天豪气，即使是看台上的众人，也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。萧炎重尺猛然指向对面的柳琴，场地间的天地能量变得极其狂暴。在场的长老们和强榜高手都没有想到，萧炎的底牌竟然有这么多。柳飞见姚胜等人全都突然站起身，吓得问姚胜怎么了。姚胜说，萧炎好像在施展一种地阶斗技。听到地阶斗技4个字，柳飞笑容十分勉强地问姚胜，柳琴会赢的吧？但一直对柳琴充满信心的姚胜此刻却沉默了下来。柳飞再次看向场中的萧炎，心中竟然有了一丝悔意。他后悔自己为什么偏偏要和萧炎这个可怕的家伙产生过节。场中的萧炎施展的正是他的地阶斗技燕分侍浪尺。面对萧炎突如其来的恐怖斗技，柳琴丝毫不怯。他修炼多年的大烈炎只是玄阶高级的斗技，玄阶斗技大多是借助施展者本人的实力来发挥威力，而地阶斗技却是能够借助天地能量达到毁灭般的破坏力。虽然功法上有着差距，但柳琴对于大烈炎的威力很自信。他要让在场的人知道，玄阶斗技对上地阶斗技也有一拼之力。柳琴感觉此刻自己的浑身血液都沸腾了起来，他大笑着让萧炎来，今日瞧瞧他们究竟谁胜谁负。璀璨的金光越来越盛，将柳琴整个身体包裹住。萧炎手中重尺缓缓探出，周身的狂暴火红能量让空间都微微扭曲。包裹在金光中的柳琴极具自信地说，萧炎，你能接我这招，强榜第3，双手奉送。萧炎放声大笑说，你能接我这招，前10萧炎自动放弃。随着大烈炎与燕分侍浪尺碰撞，他们在空中不断吞噬纠缠，两股能量猛然膨胀了起来，似乎隐隐间出现了一点变异。萧炎和柳琴对于这种情况也感到极为茫然与诧异。裁判席上的苏谦大长老明显感觉到一丝不安。当两股能量达到某个临界点的时候，苏谦大长老脸色大变，瞬间消失在裁判席上。而在他消失的时候，纠缠着的两股能量轰然爆炸，风暴过处，空间震荡。好在苏谦大长老反应及时，对那股能量风暴进行了空间封锁。但虽然他封锁及时，却依旧有两股细小的能量逃逸而出。这两股能量撞击在措手不及的萧炎和柳琴身上，两人被狂暴的能量一撞，直接砸出战场，射进了两方看台上。好在陷入昏迷的萧炎和柳琴虽然伤势很重，却没有性命之忧。萧炎和柳琴都出了场，而且也都昏迷了过去。就在长老们为难他们到底谁赢了的时候，萧炎艰难地举起自己被鲜血沾染的手臂，说自己还有一口气。此时的萧炎已经是真的油尽灯枯，支撑他睁开眼睛的就是对进入前10的执念。在听到苏谦大长老说这局算平局，两人并列进入前10后，萧炎终于放心地昏迷了过去。萧炎和柳琴都昏迷了，自然无法参与后面强榜名次的战斗。新的强榜前10出炉，虽然萧炎和柳琴两人并列强榜最后1名，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实力已经让在场所有人心里都十分震撼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